从抢座到控桌，曾经忽悠国人30年的日式快餐，怎么突然就没人吃了呢？回看这2年中国快餐的洋气代表，日式快餐，吉野家的牛肉饭，石岐家的猪排饭，争鲜的平价寿司，靠着标准化、讲卫生、有格调的标签，把不少快餐店都按在地上打。巅峰时期，吉野家中国门店超800家，石岐家3年开了500家，连小县城的商场里都能看到松屋的招牌。可短短几年，国内快餐的风向就全变了。2023年，吉野家中国区营收暴跌23%，石岐家1年关店超100家，味千拉面的门店数比巅峰时少了近1半。这不禁让人疑问，那个让中国人排队都要打卡的日式快餐，怎么突然就吃不动了？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快餐界还处在一个混沌期，街边的包子铺油乎乎，国营食堂的菜又寡淡无味的，肯德基、麦当劳刚进来，价格也贵得像轻奢品。就在这时，日式快餐揣着3板斧就闯了进来。1992年，吉野家在北京东四开了第1家店，当时的北京人还没见过一碗饭里全是肉的操作，10块钱就能吃到撑。要知道那时候，肯德基一个汉堡套餐就得18块。到2000年，吉野家北京门店就突破了20家，午餐高峰时，队伍能从店里排到门外。随着吉野家火了之后，其他日式快餐品牌也闻着味儿就来了。2008年，石岐家进入中国，一上来就玩起了加盟套路，短短3年，石岐家就在中国开了500家店。那时候，日式快餐的逻辑很简单，就是把日本那套照搬过来，再打个低价牌，就能赚到盆满钵满。除了米饭快餐，日式快餐还在细分赛道上开始收割。争鲜寿司2015年前后，在全国开出300多家店。味千拉面则主打健康派，一碗豚骨拉面35块，比中式拉面贵，但胜在日式健康的标签。直到2019年，日式快餐也迎来了它的巅峰年。吉野家中国营收超60亿，石岐家门店超1200家，整个日式快餐市场规模突破了300亿。可谁也没想到，这些品牌的落败来得要比想象中还要快。2021年正是爆火阶段的吉野家，却悄悄把牛肉饭价格从28抬到了32，当时网友也没太在意。可到了2023年，牛肉饭再次涨价到38，甚至分量还被减少了。当然，价格问题也是石岐家绕不过的坎儿。全家711的微波炉牛肉饭折后只要15块80，石岐家却将原本29块钱的套餐涨到了35块。年轻人开始觉得，与其吃小碗菜，都不值当吃一口日式快餐。不仅如此，日式快餐早年能在国内爆火，它的健康属性占比超过80%。可现在这些品牌店的卫生问题却成了重灾区。前几年某吉野家被曝光蔬菜过期、肉末变质、油脂发黑后直接添加新油继续使用，而更致命的一击还是在2023年的315晚会上，吉野家被检出了43只蟑螂，最后罚款6.5万元。如果说涨价品控差是硬伤，那口味不变就是日式快餐落寞的软刀子。吉野家卖了30年牛肉饭，在预制菜的使用上可以说是达到了100%，除了加过芝士温泉蛋就没出过新花样。石岐家的猪排饭从开店到现在味道就没变过，味千拉面的菜单翻来覆去就是那几种，连配菜都没换过，年轻人早就吃腻了。当然，日式快餐自己作死的同时，竞争对手也没闲着。这些年，中式快餐、轻食、麻辣烫、汉堡店轮番上阵，早就日式快餐的客源抢得一干二净了。老乡鸡、乡村鸡、老娘舅这几年把中式快餐做得风生水起。他们抓住了中国人的胃，口味上有川味、香味、徽味，能吃辣的有小炒肉，不能吃辣的有蒸蛋，分量上菜多饭足，价格上30-40块就能吃一顿，比日式快餐还便宜。还有米线、螺蛳粉、沙县小吃等，都足以秒杀掉吉野家在国人心中的地位。更惨的是，日式快餐自己人还搞内卷，吉野家卖牛肉饭，石岐家也卖牛肉饭，松屋还卖牛肉饭，口味价格也都差不多，根本没差异化。为了抢客源，他们只能打价格战，可打过来打过去，最后都是把自己给搞凉了。2020年，吉野家在全球关闭门店150家，在平台上搜索显示，吉野家在广州的门店仅剩下4家了。业绩上，吉野家也出现了净亏损，高达75亿日元。而内地吉野家的公司核心集团于2022年初也从港交所退市了。面对颓势，这些日式快餐品牌们也不是没挣扎过，可每次的自救都像是自杀，越救越凉。如今的日式快餐，与其说它是被遗忘了，倒不如说是给所有餐饮行业上了一课。在消费者眼里，好吃就是好吃，谁都没有免死金牌。而肯德基、麦当劳作为洋快餐，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县城，遍地都是。可食其家，很多人听都没听过，也没有通过实力培养出类似麦当劳的卖门信徒，以及肯德基的疯狂星期四。如果有一天日式的牛肉饭变得便宜又好吃了，大家还会为它疯狂买单吗？